贴上全部封死，连块琉璃渣都别留。裴管事，使不得，这铺子是温家3代人的心血，求您再宽限几日。白纸黑字写得清楚，欠裴家1000两，3日为限。3日后午时拿不出银子，这铺子归裴家。这京城的琉璃、水晶、魔镜师可不是你们能染指的。裴管事，看清楚了，债契写的是3日为限，今日才第1日，这封条贴早了。我是怕你们连夜把镜房里的好东西搬空。温家3代做镜，桌椅搬不走，手艺更搬不走。1000两现银，我还你。好，哈哈，我就给足你3日。3日后我亲自来收银子，拿不出钱，铺子炉子你尽管拿。哼，识相，走。宁儿，完了，不是爹不会做生意，是这些世家垄断着原料，买1斤好水晶要20两，磨1面镜工钱要8两，卖给贵人利润不过3两，1000两拿命也凑不出。库房里还有水晶吗？一粒都没了。裴家早断了所有水晶上的供给，西域琉璃被胡商控着，简灰、硼砂、好炭，全是世家的生意。咱们这种小镜房买不到透明料。秦伯，把伙计都叫出来。少东家，人都在这儿了，可咱们连炉子都生不起来，没料啊！少东家，你是要……谁说一定要买料？带上竹筛，跟我去河边筛沙。少东家，你是不是急糊涂了？河沙只能铺路砌墙，筛沙干什么？世家的水晶琉璃不过也是从石头沙土里炼出来的，他们垄断的只是原料，不是技术。爹，把最后那筐木炭搬出来。宁儿，你真有把握？今日我若烧不成，温家任凭裴家处置；可我若烧成了，烧！爹给你拉风糖。少东家，这沙又糙又黄，怎么烧得出琉璃？先洗，再淘，再筛，泥去了，杂质少了，沙就轻。草木灰拿来了，可草木灰能顶什么用？光烧沙子很难化开，往里掺点草木灰，火就能把它烧融了。贝壳灰也有，酒楼后院收来的。倒进去，贝壳灰能定性，玻璃烧出来才不至于一碰就碎。拉风上，大火，火色要白，不能只是红。炉壁快烧裂了！不会裂，粘土里混了碎瓷粉、旧瓦片、麻针和草灰，烧得越狠，结得越紧。少东家，这不成啊！沙没洗净，浮渣没捞干净，火也不够，再洗，再筛，再烧。火急了会裂，冷急了也会炸，退火要慢，炉口封一半，温灰里埋着，别让它骤冷。这是咱们烧出来的。河沙不要钱，草木灰自烧，贝壳灰是废料，木炭用了不到2筐，算上人工，这片透明料不到3文钱。3文钱，世家一片水晶料20两。它能透光，找锡箔来，越薄越好。少东家要做背银镜，铜剑照人发黄，水晶镜贵得离谱。我要把玻璃背面附上银锡层，第一批不卖，不卖，咱们还欠着裴家1000两。正因为欠着1000两，才不能慢慢卖。第一批白送，让他们在宴上最爱补妆，让所有人都看见。你们快看，我这个碎发都照得清清楚楚。铜镜照的人面黄肌瘦，这镜子一照，眉尾都能数出来。我昨夜对着他画眉，一根杂毛都没放过。清早出门，好多人都问我是不是换了脂粉。听说温家明镜限量，一面才50两。裴家的水晶镜动不动200两，还模糊的像隔着雾。50两算什么？我买3面。消息像火一样从宴席烧出去。那些平日里只认裴记水晶的世家豪门，在亲眼见识过那几面银贝装镜的清晰度后，彻底陷入了疯狂。少东家，
300面装镜全被订走了，这是定金，光定金就收了800两。800两，还差200两。第二批做多少了？连夜赶了50面，伙计们眼睛都快熬瞎了。不够，把工序拆开，配料、容料、倒模、退火、裁片、磨边、复银、万镜，每个人只做1道工序。老师傅不够，就让熟手带生手。这样真能快。一个人做完整面镜，要10年手艺；一个人只磨边，3日就够。今晚先不求交完300面，只求赶出20面最稳的样镜。样镜一出，各府追加定金和转单预售，就足够补齐剩项下2两。嘿嘿嘿。文小娘子，1000两呢？1000两现银，连本带利，1个子不少。债契拿来。你哪来的钱？你连水晶都买不到。裴家断我水晶，我就烧玻璃；世家控我原料，我就用河沙、草木灰、贝壳灰。1000两，3日凑齐，靠的是玻璃样镜，也是各府真金白银压下的预售定金、债契。滚！文掌柜好手段，不过我家少爷让我带句话：从明日起，全城纱厂、砖窑、炭行、银匠、木匠，谁若卖艺糙料给温家，谁就是裴家的死敌。你就守着这座炉子，看你拿什么继续烧。少东家，纱厂不卖净纱，砖窑不卖炉砖，炭行把好炭全送去了裴家库房。银匠、木匠也都不敢接咱们的活儿，这可怎么办啊？宁儿，要不去求裴家，低头认个错。低头求饶，顶多片刻喘息；把技术交到裴家手里，才是真绝路。可没鸟，炉子就得停。收拾东西，跟我走。去哪儿？城外荒山，河滩上筛沙，土坡上挖粘土，林子里烧炭。裴家封得了全城商贩，封不了整座山。少东家，这沙比城里的粗多了。粗就多洗，泥去了，沙就干净了。10里8乡的灶灰收还了20多筐，于是酒楼的贝壳也收来了，人家恨不得把堆了几年的全送咱。好，搭土窑。这窑没用1块世家炉砖，全是粘碎瓷、草灰、麻石和牛毛夯出来的，结实得很。点火，今夜烧第1炉城外玻璃。少东家出事儿了，老窑工被裴家连夜挖走了，开双倍工次，磨镜老师傅也走了7个。有窑有料，没人烧没人磨，不还是一堆废沙？谁想走，我不拦。裴家给双倍，我给不起，但留下来的，我教你们新法子。少东家，磨镜是手艺活，没10年功夫磨不出好镜面。那就不让一个人磨完整面镜，粗磨、细磨、抛光、艳霞、复银、封背6道拆开。你只管粗磨，磨到尺寸对；你只管细磨，磨到面皮；你只管抛光，擦到透亮；你只管艳霞，有气泡裂论划痕就退回去。一道工序练熟，确实比10年全才容易。老师傅会老，会被买走，办法不会。那我们真能磨出好镜？能。透的，
平的，没有螺痕，这是我做的。是你们6个人一起做的。裴家挖人是想断咱们的手艺，少东家这是让温家的手艺断不了啊！10日交货期限已过，温氏工坊迟迟未交货。裴氏商号趁机在各大酒楼茶肆侧面引导舆论，声称温氏工坊根本没法量产，引发市场广泛疑虑。温掌柜，你收了定金，说10日交货，今日已经第12日，你是不是骗我们？诸位，请验货。这是铜匠，这是温家明镜，诸位自己看。换做平日里那些铜镜，哪能照出我眉梢这颗细致？针尖上那一点光都照出来了。300面，1面不少，另赠琉璃灯罩10盏，算赔诸位多等2日的罪过。温掌柜说哪里话？这等好镜，多等2日也值得。我再加3面，我追加100面。商队正要下江南。少东家，这账册上的小字儿怎么变大了？分毫必现。我这双眼3年没这么准过了。这将会成为新的商机。温掌柜，断水晶你能烧沙，断成料你能建窑。哼，你有几分本事，但做生意光会造东西可不行。裴大少爷今日来就是为了教我做生意的。交出配方，并入我裴家，否则我裴家一句话，全城的权贵家眷、高官府邸绝不会再买你温家一面大镜。你造得出绝世好镜，但我能让你一面都卖不出去，把你活活耗死在这工坊里。裴老板好大的威风，不过您是不是搞错了一件事？谁说我温家的镜子只能卖给高宅大檐儿里的贵人？温氏工坊新品，手持明镜，仅售500文。太清楚了，有了这个，夜点着如豆的油灯，也能看清书上的蝇头小字了。竟然连眉角的痣都看得一清二楚，给我拿2把，我要带给俺家妹子。温掌柜，给我拿100把，我要销往外州。别急别急，每人限购10把，排队交钱。裴老板，权贵的钱确实是1两1两赚得快，但天下百姓的钱是一文一文汇聚成海。你封得住高宅大院的门，你封得住天下人的眼睛吗？泥水巷修学徒弟田狗儿第1名，前10名泥水巷寒门学子占7人，青云书院第1名，金牌第12。你腿子，不可能！他们连正经先生都没有，带妖精，肯定是温家的妖精帮他们作弊。把妖精交出来！你们这些泥腿子靠着邪术作弊，简直有辱斯文！给我砸！这不是邪术，这是温掌柜造出来的神物，
是让我们能看清字的东西。死鸭子嘴硬，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光天化日之下，读书人聚众行凶，这就是青云书院教出来的规矩吗？温兆宁，你这妖女来的正好，你卖妖精乱我科场，今日我们要替天行道，砸了你的招牌！全都给我住手，成何体统！见过山长。科考不决，不思己过，反而诬陷他人作弊。你们读的圣贤书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吗？山长明鉴，舔狗儿他们平日连蜡烛都买不起，只能借着月光看书，眼睛早就花了。这次联考，他们文章却字迹蝇头大小，绝无错漏。若非这妖精作祟，他们怎么可能考得中？温掌柜，老朽也听闻你坊中出了一种明字镜，莫非真有摄人心魂的邪术？山长学天人，难道也信市井无赖的无稽之谈？邪术我是没有的，但我有一物，请山长亲自品鉴。这不过是块干净些的琉璃片，有何神妙之处？山长，请您将此镜放在书页上方半寸处，再透过镜片观看。老朽10年了，整整10年没有看清过这蝇头小考了。这不是妖术，这是夺天宫的造化，这是天下读书人的神物啊！明字镜的原理不过只是聚光放物，它不能让人凭空变出才学，它只是把那些被昏暗灯光熬坏的眼睛还给这群拼命苦读的寒门子弟。怎么，只许你们世家子弟在明亮的8尺大烛下读书，就不许寒门学子借我温家的镜子看清圣贤的字吗？这是大夏朝的律法，还是你们青云书院的规矩？还嫌不够丢人吗？技不如人便回去苦读，谁再敢污蔑温家镜坊半句，立刻开除学籍！温掌柜，我的眼睛也看不清考卷，这明字镜卖我1片，我出10两银子，我出20两，给我留1片，我要买3片，我要买3片，我要带给我家祖父。立刻传信回访，所有工匠停止休木，大风浪要来了。少东家，江南商队要5000片，绣坊工会箱要3000片细工镜，可手磨镜片一天只出几10片，这怎么教？从今日起，温家镜坊不再靠喊，不再靠催，靠流程。少东家，为什么还要编号？少东家，这一批3000片镜坯，夜里自己炸了1/3，剩下的粗磨时又裂了一半，气泡密密麻麻，根本没法做镜。火候没透，澄清太短，退火太急。少东家，订单催得紧，我们没等渣沉下去就倒模了。从现在起，每炉熔透之后，必须静置澄清半个时辰，1息不能少。退火摇加厚，降温放慢1半。后天要交的5000副呢？分批交，先交合格的2000副，余下3日内补齐。卢掌柜亲自去赔礼，告诉商队，温家宁可慢交，不交坏货。商队若恼了呢？坏镜流出去，恼的是天下人，那才真完了。批主终于不是墨团了，这东西比人眼还准。压着看账是清楚，可我一天翻几10本账，总不能一直举着。读书读到一半，手一抖，字又花了。少庄家，他们想要能戴在脸上的，先试一批。头昏，
看半个时辰就恶心。针眼有2个影，针脚全乱了。数字重影比不带还遭废。少东家，这可怎么办？镜片没坏，是磨得粗了。人的眼力有深浅，不能只分能看清和看不清。看最上面一行，花字大可晕，这一片清楚些。又晕了，不是镜头有问题，是使用镜片的方式不对。问题不只在镜片，也在试法。人手会抖，远近会乱，角度会偏。先做夹片木架，把镜片固定住，再一片试。这样慢多了。慢就慢点，用着别扭的东西，人家新鲜2天，转头就塞抽屉了。这一片呢？飘，不飘了，也不晕。老童生甲，禁读中档2尺。温掌柜，小人又能看清书了。这才对。少东家，咱们这回卖的怕不只是镜片了。温家赔命！我儿戴了温家名字镜，眼痛流泪，快瞎了！我早说了，泥沙烧出来的妖镜伤眼，便宜货哪能信？秦伯，把那片所谓名字镜拿来。没有编号。咱们温家的针镜边缘都有极小的墨迹，账册上能查到配料、熔炉、淬火、磨片、验片5道交接。可这片裂镜边缘粗糙，既无编号，也无批次，连放大柱都没有等登记。少东家，抓到了！这厮假扮咱们的伙计，在街角偷偷卖镜。他招了。这裂镜是裴家暗开的后院小窑烧出来的。温家绝不会生产这种伪劣产品，同时，我也会对这种行为追究到底。少东家，城里的单子慢下来了，乡下跑了几趟，一件都没卖出去。农民说这玩意儿比锄头还贵。买回去只能垫桌脚。90%百姓是庄稼汉，让他们买这些东西不现实。谁说镜片只能给读书人看字？不看字还能看什么？把精装的黄花梨木盒全撤了，换粗稻草裹麻布。准备下香。诸位乡亲，看好了，虫害放大镜，对着稻叶一照，虫卵并斑，看得清。方风琉璃灯照，夜里喂牲口，手央棚，风大也吹不灭。日光聚火镜，晴天聚光，能引火。我的老天，叶背上全是虫卵！我说今年叶子怎么黄得快？温掌柜，这东西咋卖？不要现银，2筐净河沙换1个防风灯罩，1担草木灰换1片小放大镜，1袋贝壳抵30文，旧铜旧锡抵镜框钱。河沙、草木灰，那玩意儿漫山遍野都是。对，你搬沙来，我烧玻璃；你烧灰来，我制料；你送旧铜锡回炉做镜框。老少爷们儿，挑沙扫灰，换温掌柜的好东西。少东家，这账没法看了。咱们没花现银买原料，河沙堆成山，草木灰填满3个库房，木炭能烧半年，折成原料，利润翻了12倍。这叫闭环，
城里的钱换产品，乡下的料换原料，世家封我一城，我就打通天下。少东家，好消息！长公主府签了线，内务府先采样，第一批要红琉璃灯罩3000盏，若过了验样，还有10万盏意向单。接不得！红玻璃要用朱砂，一盏红灯照光颜料成本就30文，后面10万盏颜料成本就是无底洞。若按朱砂做，越做越亏，要不别借红色了，做青白灯罩吧。红色未必只能靠朱砂，不靠朱砂，靠什么？绿石。温掌柜，你疯了！绿芍是除丑染布用的贱料，你要红色，买绿石头做什么？拉风箱，烧透。绿石头烧出红粉了，这是铁红，绿神里的铁，烧透了就是红。成本呢，秦伯？10两银子的绿生烧10斤铁红粉，一盏罩颜料成本不到半文钱。我们不做通体红琉璃，做铁红釉彩灯罩，透明玻璃罩外附铁红釉，2次烧附，成本只剩1成。这样既像红琉璃，又没有朱砂那么高的成本。10夜交第一批3000盏，若各府满意，后面的10万盏意向，凭我们做不完，就用村社分工做外罩、镜框、木盒。温家只管配料、熔炉、退火、上釉和验货。这次不是一家净房接大单，是温家带着17个村一起接。快些！长公主府3000盏今日封箱。少东家，内务府验样过了，京城府都在追加，江南商会也把10万盏意向单摆成实单了。10万盏，3个月内交完，商会就替咱们打开温杭、扬州、金陵3地铺面。温家终于要从南市小铺长成南北3号了。宁儿，这么大的喜事，你怎么不高兴？10万盏货，陆路走不了，只能走河。可曹路不是谁想走就能走。今日河道满了，温家的货，哼，往后排。昨日说好陈种装船，泊位银子也交了。有气数又有什么用？你们温家的玻璃又薄又贱，万一船上炸了，谁担得起？看来温家的玻璃上不了船。3处泊位同时聚装，河仓不收，船工也被递了话，谁替温征装船，以后就别想在京城河泊吃饭。裴家直接卡曹路，江南商会一退单，咱们赔不起。少东家，要不先退一半江南单？不能退。白天职位不让走，货怎么下江南？去码头。夜里真不能走，风吹灯灭，雾后看不见旗号。前头船停，后头船撞，一河人都得喂鱼。那截断桩，白天还能躲，夜里谁撞上谁倒霉。码头封住了咱们的货，也给咱们指了另一条路。什么路？这条河不是不能走，它只是缺一盏风吹不灭的灯。少东家，这东西粗笨的瞧着像只倒扣的咸菜坛子，既没有黄花梨装进的精致，也没有年节红灯的喜气，真能卖得出价钱？普通灯罩是给屋檐下使的，船灯上了江面，风急浪大，普通灯罩是撑不住的。内层护火，外层挡风，顶部开细孔排烟，底座用天死死锁住，船身再晃，灯罩也绝不能滑脱。上铁钩，挂摇架。推，往死里晃！好厉害的定风罩，这火苗竟真的一动不动。
现在夜里也可以安全行船了。温掌柜，白灯照亮俺们懂，可你弄出这红绿罩子干啥使？和尚行船靠的是扯嗓子喊和敲铜锣，谁家大晚上闲着没事看你这几盏花灯？红灯灯是停，白灯是行，绿灯是靠岸。河上几千条船，帮派林立，谁认你这破规矩？没人认，就从咱们的第一支船队开始认。卢掌柜，请回吧。裴家河坝放了狠话，谁要是敢揭你们温家的一片碎玻璃，往后就别想在通惠河上撑一盏主桨。俺们这帮兄弟拖家带口，赌不起这条命。所以我绝不让你们白运。温家付双倍运银，只要今夜这趟夜航跑通，往后江南县10万掌10单的第一批固定货权，全数归你韩家船队。你往后不必再看河泊牙行的半点脸色。温掌柜，你嘴上说的轻巧，今夜开船，你敢亲自上船押运吗？少东家，万万不可！猎头江面风急浪险，万一出了事，小人回去怎么跟老掌柜交代？敢！全员上课板，启谋！今夜俺们韩家坏了，断庄区到了！把头，这大雾天根本看不清江心的水花。咱们现在正卡在河道中央，退也退不回去。一旦撞上岸桩，全船底板当场就得被扎穿。看灯右边，举起来看。左满舵，给俺往死里撑竹篙，避开右边3尺岸桩。温掌柜，以后您温家的货，俺韩家船队全包了。听说了吗？韩老大跑3趟夜河，挣的白银抵得上俺们干半年。白日里那些曹帮把头占着好泊位，不让俺们大船走，那俺咱小船就走夜路。走夜路必须得挂温家的定风灯，还得买那个能看穿大雾的单筒子。走，快去南市排队，晚了连灯毛都抢不上。少东家，疯了！全城的散户船工都在抢咱们的船灯，不仅是穷船户和江南商队要，连原本死死观望的那几家大船号，都悄悄派了管事顺着后门进来问价。少东家，裴家以为死死封住白天的码头能憋死咱们，您这一手，直接把整条黑夜的运河全变成了咱们温家的地盘儿。这才刚开了个头，告诉工坊，加厚船灯铁圈，底部暗记烙印必须清楚。船灯越卖得快，裴家越会狗急跳墙。散户晚上在江上划船挣钱，全指望咱这一盏灯。裴家造假我管不完，但凡印着咱温家记号的灯，在水里绝对不能灭。船灯远望头，他温兆宁还真以为靠着在黑夜里点几盏破玻璃灯，就能抢走裴家盘踞了上百年的草路。少爷，
散户船工全疯了，江面上的夜航船越来越多，河泊码头白天的竹竿已经拦不住他们了。咱们现在该怎么办？既然他温兆宁这么喜欢在水上做文章，那就顺着他的意，给韩家的主船送一份大礼，让河上所有都不知死活的散户们亲眼看清楚，水能再阔，也能沉船。少东家，800枕灯罩的质检记号全数实验完毕，底印和铜丝暗记一个不漏，全数合格。温掌柜放心，这趟大货关系着俺们全河散户兄弟的饭碗，俺韩老大亲自站在船头押运，刀架在脖子上也绝不失手。风箱上船，起航。我的脸！灯炸了！灯炸了！船灯自己炸了！救火！快提枪声破！左边下高稳住舵，别让火烧上底下的黄花梨箱子！快看，韩老大的船被烧穿了，温家的船灯在江心自己炸了。什么防风保命的神物，这分明是催命的邪物，差一点把一船的兄弟全给活活烧死在黑水湾。俺早放了话，泥沙烧出来的剑玻璃上了江面就是害命的玩意儿，谁往后要是再敢买温家的一把定风灯，那就是自己提着脑袋寻死，砸了温家的招牌！温家船灯涉嫌引发火险，未查明前，所有船灯、信号灯、远望筒一律禁售禁运。大人，冤枉！咱们温家的船灯出厂前，全都经过极其严苛的窑架与冷水核验，绝不会无故炸裂。哼，炸没炸，伤没伤人，码头上100双眼睛全都亲眼看见了。温掌柜，你若有话，留着到河铺公堂上去说。炸裂的灯还在吗？少东家，是我没用，是我没能替温家护住这批大货。这不是你的错，把碎灯给我。少东家，这真是咱们的灯？不是，
边缘没有铜丝暗记，灯座底部没有微温加小印，玻璃太薄，退火纹乱，受热不均才会炸。有人调包！灯座外形仿得很像，连铁圈尺寸都近似，可内侧少了一温加的回火压痕，这是验货组为了防止灯座松脱特意留下的细节，外人只看外形根本不会注意。调包的人知道船灯要装在哪条船，也知道哪一盏在主船左侧，不是临时偷换，是提前布好的局。找到了，韩家主船左侧本该安装的那盏船灯，编号为周37。少东家，真正的周37昨夜在韩家备用箱里找到了。灯座被人强行拆下，箱锁上有明显的撬痕。昨晚装船前，配合河多巴的人来查过泊位，说要核验火炬，除了他们，根本没人碰过主船。裴彦之，要反杀，光证明这不是温家的货不够，要找到他从哪儿来的。少东家，码头上有人见过裴家管事，半夜去黑水湾下游的破砖窑，那窑废了很多年，最近却不断往外冒着黑烟。备车！少东家，果然是这里。这废砖窑荒了这么多年，居然被人暗中改成烧制黑货的私窑。残片上的退火纹，跟黑水湾事故中主船炸裂的灯片纹路一模一样。少东家，快看，这木牌边缘一圆清清楚楚地烙着裴家货栈的暗记。这是裴家人匆忙扔进火里毁尸灭迹，却没烧尽的铁证。裴家人拿这种薄得像纸的破烂灯罩装到的主船上，分明是诚心要烧死俺那一船的兄弟。嘿嘿，温掌柜，夜深了，你一个姑娘家不在南市的大宅子里绣花，大晚上乱走这荒郊野岭的河边，脚底下可容易失足落水呀！俺呸！你们这群丧尽天良的畜生，买通黑窑，偷换火炬，差一点烧死俺那一船的兄弟！俺韩老大今晚跟你们拼了！拼！通惠河上天灾人祸不断，哪天江水里不死上几个力夫船工，今晚江里头多淹水你们几个，根本没人知晓。文掌柜，你举着个破竹筒子看什么？难不成这时候你还指望着河神显灵从河水里跳出来救你们的命？
我来查黑窑，从来不是孤身犯险，我是把全河的人都请来亲眼看清楚。这一次，轮到你们被看清了。人证物证俱在，把这群素意破船害命、砸俺们江南商路饭碗的畜生全数绑了。明日一早，直接押往河坡公堂，俺们江南商会亲自击鼓鸣冤。今日公堂上审的根本不是一盏船灯炸没炸，而是温家的货能不能走出京城，全河的穷船户能不能从牙行和世家的封锁缝隙里堂堂正正的挣出一条活路。温掌柜，你家传灯害人，码头百姓有目共睹。如今你为了自己脱罪，又当堂攀扰俺裴家，做生意做到这个份上，未免太难看。温兆宁，你说事故传灯不是温家所做，可有铁证？温家传灯出场前必经3道验：窑架验稳、冷水验裂、编号验深。事故灯没有铜丝暗记，没有底印，没有回火压痕，替后不均，退火纹乱。它仿的是温家的形，根本不是温家的功。大人请看，账册上一盏盏传灯的炉号、退火号、验货人、出货船只，全都写得清清楚楚。韩家主船左侧本该安装的那盏传灯，正规编号为周37。大人，出船前，裴江河部的人以查火炬为名上过俺的主船，除了他们，根本没人碰过那盏灯。大人，这是俺们江南商会联合通惠河上100名船户写下的联名供足，上面清清楚楚地写明，裴家管事曾以免作位为条件，命人夜里从破砖窑运出一批温家样式的劣质船灯。大人饶命！小人赵，是裴家让我们仿温家传灯，越薄越好，只求外形像。主船那盏炸裂的灯，也是河破的人趁着白日查验保卫时偷偷换上去的。畜生！为了堵温家的货，连俺们船工的命都不当命。裴家占着白天的码头还不够，还要断俺们的夜路，砸了裴家的河坡！一群贱民，也敢污蔑俺裴家！裴彦之，买通河破调包火炬，蓄意破船害人，嫁祸商户，人证物证俱在，你还敢咆哮公堂？来人，摘去他的玉带，给本官压下！温兆宁，你以为打通一条夜河就能赢俺裴家？南边还有关家，还有苍堂，还有数不清的世家。我知道，所以我从来不只做一盏灯。我做的是让船户赶夜航的灯，让商队能看远的筒，让码头能互认的信号，让每一件器械都查得到炉号、验货人和出处的规矩。裴家封一座码头，我就点亮一河；
裴家封一段河，我就让所有船都认温家的灯。我们认，韩家船队认，青石板船户认，江南商会认温家船灯，以后夜航全挂温家的白灯、红灯、绿灯。温家船灯防风文火，即日解封，准许登记编号用于漕河夜航。裴家涉案船部即刻查封，相关造假、蓄意谋害人等全数收监候审。温掌柜，江南见！少东家，江南商会的回军到了，货色完好，夜航省时3成，10万盏红灯罩照单全收。商会当场追加船灯、信料灯3000套。少东家，新一炉清了，比上一炉还要透。加料。少东家，这批天亮的大料咱们做什么？做船灯，做远望筒，做江南最大玻璃行。